什么都紧跟美国，韩国选定33种关键矿产向中国释放信号，早脱钩收拾起来才没顾虑。大家好，欢迎来到赵探长观察室。近来，韩国在半导体、蓄电池等国家尖端产业所需要的矿物当中选了33种，准备把包括锂、镍、钴、锰等重要矿物对中国的进口依赖程度减到最小。而具体计划是在2030年以前，从目前的80%降到60%左右。为了下定决心，韩国当局甚至出台了专门针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项目的税收优惠制度，试图与其他矿产国家加强合作，进一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消息显示，目前韩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与多家依赖中国矿产的企业进行了商讨，准备出一个战略方案。可见韩国的意图也很明显，尽管短时间内很难实现目标，但该国很清楚，重要矿产依赖行业主要分布在高科技新能源的产业。而数据显示，韩国进口的氢氧化锂的80%、天然黑铅的72%以及氢氧化钴的69%都来自中国。可早之前韩国就已经计划在重要矿物当中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中韩友好合作不好吗？为什么他要执意的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想来又与美国是脱不开关系的。随着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美国也在想尽办法摆脱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惜进行打压。韩国身为美国的重要盟友这个追随美国政策也是不例外的只是什么都紧跟美国，无异于作死。说句直白的连美国都无法彻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仅凭韩国，你又有多大的成功率？而此前，韩国对中国游客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国虽说进行了对等反制，但到最后还是给了韩国一个机会。那个时候，尹锡悦政府应该见好就收重新定义一下对中国的态度。结果线下又释放了消极信号，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事儿，而且有点愚蠢。以美韩之间的关系，明眼人都看出来，韩国此举又是为了美国我国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当然不排除美国给韩国一个极大的诱惑。根据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布的消息，美国海军斯普林菲尔德号核潜艇已经驶入了釜山作战基地，并且公开了照片。时隔5年，美国海军的核潜艇部队再次公开访问釜山港，与其说是为了装载军事物资，但其实根本就是针对半岛局势发出的严正警告。而过去一段时间美韩多次互动，举行了不少联合军演。以美国的性子，有这么好心替韩国出头吗？自然是没有的。美国这么做不过就是希望向韩国能够回报更大的礼物。而至此，韩国下如此大的决定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可想而知是图的什么。以往即便是美韩关系再好，美国再不满韩国与中国互动，尹锡悦政府也不至于干这种自损一千的事儿。毕竟与中国脱钩，遭殃的可能是他自己。但随着半岛局势越来越紧张，韩国没别的办法，只能求助美国。然而美国也不是不求回报的。现在韩国向中国释放了这个信号，要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即便尹锡悦政府有苦说不出，但谁又能肯定该国不是真的不愿意呢？至少表面上看韩国还是美国的马前卒。而对此，既然韩国要与中国脱钩，那就不如尽快。这样一来，我国收拾起来才没有顾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